这是火箭全程坏笑打完的比赛。母球煞费苦心的5库大绕台，完美避开所有障碍衔接黑球。不过他的目的却不是最后的147，而是要用极度嚣张的146向世台联抗议。满分杆从来就不是问题，但是想看得加钱。刚跨过一座大山，又掉进一条大河，好在最下方的红球还能单向，不然就真的要啪啪打脸。他又笑了，在冲击146的路上，还有心情用速度调戏一下裁判的，恐怕也就只有火箭想得出来。波娃一路小跑，生怕耽误火箭的时间，没想到差点把红球复位在黑球点位。看来火箭给到裁判的压力也是无人可以匹敌。57. 太硬了，一杆炸球直接到位。这个局面对火箭来说已经毫无难度可言，接下来就看他想在什么时候搞事情了。147一直是斯诺克皇冠上的明珠，自从这项运动诞生以来，官方一共记录下199杆满分杆，但是大部分职业球员终身都没能打出过1杆。所以面对这项最高荣誉，虽然世台联不断减少满分杆奖金，所有球员嘴上也都在抗议，行动上却只能是前赴后继，也只有火箭一个人真的是用行动抗议到底。真细腻，利用红球借停的同时，唯一互相牵制的2颗也瞬间开朗。但凡还有一点困难存在，火箭都要彻底扫平，这样他选择打粉球的时候才会更加意图明显。Максимум Ронина позапрошлогоднем турнире Welsh Open. И вот он идет на свой 14-й максимум. 以前的塔布，现在的波娃，只要这俩美女裁判执裁，火箭就跟开挂一样，看似平平无奇的出杆，但母球总是停在最舒服的落点，很难不让人产生我上我也行的错觉。89. Да, сегодня мы двухразовых Рони видим. 97. И вот удар на сотню. 808 century. 13套红黑下赌，火箭也顺利完成破百。面对唾手可得的147，他硬是没有一丝犹豫，转身就把目标对准了中袋的粉球。波娃仍是一路小跑，不遗余力。台下观众更是秒懂火箭的心思，这个老顽童呀，真的太会搞事情了。但是天意弄人，就在几天后的比赛中，丁俊晖就轰出职业生涯第6杆147，火箭也明确表达了他的失望，真的像极了怄气的小两口。Ну, не знаю. 19. Но 146 и 147 это... 最后的清彩环节，火箭也是越打越快，年近半百的火箭还在继续冲击第8套大满贯，谁也不知道他的极限究竟在哪里。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火箭和斯诺克绝对是互相成就，谁少了谁都没有今天的耀眼。О, какой синий! Не удалось выйти на среднюю лозу, но в угол вогнал просто Рони Синишара. Выход какой опять от низких бортов на розовый. И вот удар. Total clearance. Ну, редкий брейк, 146 очков. Завершает этот матч. Такая серия. 今晚的决赛太疯狂了，火箭和卡特的进攻火力直接把袋口的笼屉都给打烂了，观众的掌声还把维修小哥整害羞。好球，几乎没有防守的大师赛决赛，真是10年难得一见。但是老天好像要故意为难一下火箭，现在只有一个大角度绿球可以衔接。没有问题，顺利衔接最上方的红球。这是正在直播的2024大师赛决赛，目前火箭2比4落后，这是两人的第29次交手，火箭25胜3负，接近90%的交手胜率。但是今天卡特异常兴奋，憋足了劲要在火箭手上抢下一个冠军。篮球角度向下，可以优先来处理这颗红球，只要黑球左右线路畅通，那就可以正式入局。但是火箭比划了一下中袋，这是准备扫清外围障碍，直接一杆打死。
11. 17. 再次留出角度向下，黑球通道现在两边都被挡住，优先处理左边更加方便。真幸运，今天的决赛注定非常精彩，两个人的状态都是直接拉满。有人说火箭欠卡特一个冠军，也有人支持火老师冲击第8套大满贯。看到目前的比分，你觉得今晚谁能夺冠呢？ 23. 火老师在比划球堆最左边那颗红球，因为黑球向上角度，推一库就能直接衔接，但是黑球复位以后，右侧底带是没有下球线路的，所以下一颗彩球只能在粉球和蓝球之间选择。31. 粉球的角度可以 K 球，但是应该不会这么选择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打通黑球右侧的通道。好球，白球一个横抬，真的是太听话了。卡特这一局还能不能站起来，就要看火箭的 K 球效果。38. 太舒服了，轻描淡写的一拍，局面瞬间就完全打开。火箭的 K 球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46. 53. 54. 领先62，台面最高还有67，再打一红一彩就能完成超分。61. 中低杆一库篮球到位，但是谁能想到意外会来得如此突然？母球没能避开黑球，现在只是超了6分。如果不能再打进一颗红球，卡特是肯定不会轻易认输的，考验中带老王子的业务能力了。漂亮，大角度发力的空气中带，现场观众彻底看嗨了，卡特也看懵了。老伙计，不要每次都下手这么狠吧。青台可以完成过百，火箭上次的大师赛冠军还是2017年，上个月拿下英锦赛冠军，火箭也说要全力冲击第8套大满贯。78. 中高杆斯登的右塞，完美，母球又是一个手摆位。 17. 86. 太可惜了，最后的红球没有打进。第二阶段在凌晨3点开始，兄弟们希望谁能赢下冠军？这是所有球员都梦寐以求的境界。火箭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大道至简，全程感觉不到一点难度。小心这份丝滑，容易让人上瘾。其实这杆反角度底带难度很大，而且母球横抬要求发力很厚，但是在火箭手中，就是让人觉得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现在局面还没正式打开。 想要一杆制胜，就要看炸球堆的效果如何。如果想要单杆破百，那左侧贴库的2颗红球也必须拿下。最恐怖的是，前面2局火箭已经连续破百金台，连续3局这么疯狂，只怕对手很容易被打出心理阴影。现在只有最右侧的红球可以单脚，它也是用来调整炸球堆的唯一机会。红球流出的是向上的角度，那火箭是要用蓝球来炸球堆。 白球的落点简直舒服的起飞。注意看这种相对分散的球队，职业球员其实都知道最佳炸球点，但是偏偏只有火箭能够完美命中。就是这么让人心旷神怡的同时，火箭一杆制胜的局面已经尘埃落定。通过一杆高难度长台入手，
再加上一杆毫米级别的炸球，用嘴巴说起来真的挺简单的，但是火箭打起来好像真的就是这么简单。现在中间的5颗红球都可以单下，超分之前几乎没有失误的空间。而这种常规操作，火箭几乎完全不用思考，仅靠身体的肌肉记忆，就是依靠这种本能的牵引，才会让看球的人感觉纵享丝滑。34。利用红球借停，顺便再 K 一下球堆。强迫症患者看了大喊舒服，再打2套红黑就可以完成超分。41 42 49。对手乔伊斯在台下看得非常认真，这就是火箭独有的魅力。不仅比赛要赢，还要让对手打心底服气。像这种让看球的人丝毫感觉不到难度的人，哪个职业球员不是做梦都想拥有？斯诺克硬生生的被火箭打出了艺术感。55。现在火箭已经完成超分，接下来的2杆左手天秀表演，绝对是其他球员在实战中看不到的风采。48岁的高龄，还能保证超一流的竞技水准，真的希望火老师继续多打几年。转角 K 球效果非常好，但是懒得用架杆的比赛，需要依靠左手准度调整力。71。当年左右开弓是火箭独有的标签，现如今咱们00后中国小将几乎已经变成了标配，不会个左右手都不好意思出来打球的感觉。可见奥沙利文对斯诺克运动的影响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也未必有来者。79。现在白球的落点已经不支持右手出杆，这颗黄教率需要穿过极小的缝隙。谁能想到火箭的左手针线活已经如此细腻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真的太大了。白球走少了，留出向下的角度，想要完成破百必须打进粉球，那这一杆就必须绕台走位。球真的是太精彩，但是精彩还没有结束。最后更是直接把黑球配到袋里，这哪里是竞技比赛，简直就是艺术人生。